煮白米粥看似人人都会，但想10分钟内煮得米粒开花，粥体浓稠顺滑，却没那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白米粥大家煮肯定是都可以煮出来的，但煮出来的口感如何却是因人而异的。掌握不好技巧的话，肯定不好喝的。这就是为什么饭店的粥总是那么的浓香好喝，而我们在家煮米粒呢却总不开花呢。别急，今天我就把煮白米粥的详细做法和关键技巧分享给你。喜欢喝大米粥的朋友，快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吧。第一步，好粥从好米开始。首选新米，新米米粒饱满，米香浓郁，煮出来的粥自然香甜可口。陈米存放时间长，水分流失，煮出来的粥口感发干发柴，香味不足。接下来淘洗大米，加入清水，用手轻轻搅动即可，避免用力搓洗。清洗次数呢，洗2遍呢就足够了。过度清洗呢，会流失米中的淀粉和营养，粥自然就不香不稠了。很多人煮白粥都是直接把淘好的米下锅加水煮，其实这样还不够完美。想要粥更香浓，关键呢在这一步。把淘洗干净的大米沥干，加入没过米面的清水，放入冰箱冷冻层冻上3小时以上。头天晚上做，第2天用正好。淘米水千万别倒，它可是个宝，用途特别多，可以用来浇花，是天然的肥料，能让植物长得更茂盛，还可以用来洗碗洗菜，去除油污和农药残留。擦桌子、擦灶台呢也很干净环保。洗头时用它来滋养头皮，让头发更顺滑。冻到米粒硬邦邦，成坨都没问题，就像这样的程度就非常好。这样处理后，米粒外层会形成微小裂纹，不仅更容易开花，还能快速释放淀粉，让粥体更加的浓稠顺滑。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，先一次性加注清水。米和水的比例建议掌握在1杯米对8到10杯水。喜欢浓稠口感的可以选择1比8，喜欢稀一点的则用1比10。记住，水量呢要一次性加够，避免中途加水影响粥的绵密口感。水开后呢，再放入冻好的大米，这样米粒受热均匀，更容易煮开花。刚下米时，用大火快速煮沸，让米粒都翻腾起来，受热均匀，不容易糊底。水再次沸腾后，立刻转为小火，这时候米粒呢已经开始开花释放淀粉了。小火慢熬才能让粥体慢慢变得浓稠。记得搅拌，这是防止糊底的诀窍。刚转小火时可以多搅拌几下，把锅底的米粒呢都翻上来。之后每隔几分钟搅一次，不仅防糊，还能让粥更均匀顺滑。这时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食用油的4大妙用：一、增香提味，油能激发米粒和食材本身更深层次的香气，让粥的味道更浓郁醇厚。2、增加顺滑口感，油呢会包裹在米粒和淀粉糊的表面，降低粥体的摩擦感，让入口感觉更细腻顺滑。3、防止溢锅，这是最实在的功能。油会在粥的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有效抑制气泡的产生和聚集，防止粥在沸腾时溢出。4、辅助营养吸收，粥里的一些脂溶性营养素需要脂肪的帮助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，加入少量油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。盖上盖子，利用砂锅的恒温效果，让粥慢慢焖煮。
因为我们用的是冻米，米粒呢已经有了细小裂纹，受热膨胀呢会非常的快，大约5分钟就能煮开花，再继续煮5分钟左右，粥体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浓稠，用勺子舀起来，甚至能拉出丝来，满屋都是浓郁的米香味。不过呢，要注意不要煮太久，时间过长，米粒里的淀粉会过度溶解，反而让粥变得稀散，口感呢也会大打折扣。其实煮白粥真的没有那么复杂，记住冻米和加油这2步，你也能煮出比粥店还香浓的味道。早上起来，从冰箱里拿出冻好的米，下锅煮10分钟就能开花，配点腌黄瓜或卤菜、卤蛋，胃里暖乎乎的，比外卖舒服多了。说到白粥的最佳搭档，你最喜欢什么？是童年记忆里的萝卜干，还是现在餐桌上的酱牛肉？或者是你有什么独家配方？也赶紧告诉我呀！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，看似简单，却最能抚慰人心。希望这份家常的温暖，能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清晨和夜晚。我是乐乐妈，喜欢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